张宏，字子元，是广陵郡射阳县人，大致是现在江苏省应宝县一带。他的父亲张敏拥有出众的才干，通晓为政之道，是一位贤能的官吏。他最初为徐州从事，后来被征召到司徒府任职，然后被任命为卢奴县县令。在冀州地方任职期间，因为政绩特别优异而被推举，升任为扬州刺史。汉灵帝西平元年，公元172年，会稽郡的妖贼许昭在沟章县起兵，也就是发生在如今浙江宁波余姚一带。从妖字可以推断出，许昭起义很可能带有民间宗教结社或秘密结社的色彩。这些组织通常利用巫术、谶纬等迷信手段来蛊惑底层的百姓。此外，许昭还自称大将军，拥立他的父亲许生为越王，攻占了许多城池聚落，部众一度发展到几万人。朝廷看中张敏的才能，便任命他为扬州刺史前去平叛。于是张敏率领丹阳郡太守陈寅等人进攻许昭，官军的出动效果非常显著，很快便击败了许昭的部队。但许昭如同打不死的小强，并未就此覆灭，他很快又重新聚集部众，并且构筑防御工事，继续作乱，对官府造成巨大的祸患。可见许昭的宗教迷信手段深得当地百姓的人心。许昭起义发生在黄巾之乱之前约12年，表明东汉王朝统治下，底层百姓自始至终痛苦不堪，官民对立的情绪日渐加剧，民间起义运动暗流涌动。它的发生预示着更大规模的社会风暴即将来临。而张敏等人只能继续进军，与叛军持续作战了3年，才平定了叛乱，并俘获了许昭父子，斩首数千人。而当时北部边境出现紧急军情，羌人、胡人频繁侵扰汉地。《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记载，汉灵帝继位后，幽州、并州、凉州3州沿边的各郡，没有1年不遭受鲜卑部落的侵扰，百姓被杀、被掳掠的数量多到无法统计。于是，太尉、司徒、司空3府联合推举有能力的人前去应对。在这个情况下，平叛许昭之乱有功的张敏被调任为使匈奴中郎将。西平6年，公元177年秋，东汉朝廷派遣夏禹率军从高柳出塞，田晏从云中出塞，而匈奴中郎将张敏则率领南匈奴单于的军队从雁门出塞，每路各率领1万骑兵，分3路出塞2000多里，讨伐鲜卑部落。而鲜卑首领唐石怀命令3位部族首领各自率领部众迎击。很快，夏禹等人遭遇惨败，所带出去的士兵阵亡了8%，丢失了符节和军需物资，只带着几十名骑兵逃回汉地。之后，汉灵帝大怒，3位主帅被用囚车押回京师，夏禹问罪，后来缴纳了赎金，被免为平民。之后，朝廷又重新启用张敏，征召其入京任议郎职位。回到京城后，张敏遇见了太尉袁逢，这位袁逢大有来头，袁三松的《后汉书》和裴松之引述的《魏书》都记载，袁绍是这位袁逢的庶子，也就是非正妻所生的儿子，后来过继给伯父袁成作为子嗣，而他也是经常提及的袁绍祖上43公中的其中一位。袁逢向张敏询问西域各国的土地、风俗、人物、种族数量等信息，张敏都能详细的作答，并且亲手绘制地形地图。袁逢对他的才华感到惊奇，感叹道：即使班固撰写的《汉书·西域传》，又怎能比这更详细呢？此后，张敏转任长水校尉，最终的官职是太原太守。回到张宏这边，张宏15岁的时候，凭借父亲张明的功勋，被授予童子郎的头衔。成为童子郎，这意味着张宏可以以如此年少的年龄段进入东汉最高学府太学学习。之后，由于张宏自身才学出众，在精英云集的太学中赢得了声誉。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年时期的他已长成体格健硕、相貌非凡、才学出众的栋梁之才。后来被地方推举为孝廉，进入朝廷担任郎官。当时朝廷正从左右中郎将3属的郎官中选拔人才，去地方担任县长，让他们在基层积累治理经验。同批被选中的有南阳郡的赵玉出任莒县县长，东来郡的刘尧出任下邑县县长，东海郡的王朗出任资丘县县长，而张宏本人则被任命为蓟丘县县长。特别注意的是，赵玉之后做到了广陵太守，而刘尧作为宗室做到扬州牧的高位，而王朗则是《三国演义》中被诸葛亮阵前用言语骂死的那位。不过这是文学杜撰，真实的王朗侍奉曹魏3代，位至3公。曹丕时期他就已经做到了御史大夫的职位，而在曹睿时期转任为司徒，并且在去世后，在曹芳在位的时期，公元243年，与曹真、曹休、夏侯尚、黄阶、陈群、钟繇、张辽等20位魏朝功勋大臣一起配享太祖庙庭，也就是将他们的牌位放进曹操庙庭中供人祭拜。
汉灵帝末年，张宏辞去冀州长的官职，返回家乡。时任广陵太守张超任命他担任公曹，也就是郡守的主要左吏。公元189年，董卓杀害少帝，另立刘协为天子，开始把持朝政，危害社稷。张宏劝说张超道：“您的家族世代蒙受国恩，如今你兄弟二人同时掌管大郡，现在王室衰微，乱臣贼子尚未伏诛，此刻实在是天下义士报答国恩效命的时候。如今广陵郡疆域完整，官吏百姓殷实富足，如果此时擂鼓征兵，轻易便可得2万兵力，完全可以利用这支武装力量去诛灭国贼，为天下率先竖起大义的旗帜，这才是最崇高的义举啊！”张超认同他的说法，于是便与他西行至陈留郡，去会见兄长张邈，商议起兵大事。而张邈也早有讨贼之心，于是兄弟二人在双枣合兵一处。之后有一次，张邈问张超道：“听说弟弟你担任郡守的时候，你们官府的政令教化、行赏恩威都不是自己决断，凡事都委托张宏去主办，这个张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张超回答道：“张宏的才能谋略远胜于我非常器重他，他是海内罕见的奇才。”于是张邈便召见张宏，与他深入交谈之后，对他所表述的见解和能力深感惊奇，随即又将他引荐给兖州刺史刘岱和豫州刺史孔宙，而他们都非常欣赏张宏的才能和品格，与其结交亲上。初平元年，公元190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宙、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渤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乔瑁、商阳太守袁仪、冀北国相鲍信，他们同时起兵反对董卓，形成关东联军，各自都拥有数万兵力。他们共同推举袁绍为盟主，曹操当时作为奋武将军，也在联军之中。2月，董卓得知关东起兵的消息，便挟持汉献帝迁都长安，自己则留守洛阳，并焚烧了皇宫。而此时的关东联军，袁绍驻扎在河内郡，张邈、刘岱、乔瑁、袁仪驻扎在双枣县，袁术驻扎在南阳郡，孔宙驻扎在颍川郡，韩馥驻军在邺城。期间，双枣方面的各路诸侯设下祭坛，准备誓师仪式，这也就是所谓的双枣会盟。但各郡的郡长官一开始却互相推让，不肯上堂宣讲誓言。于是众人推举声望高、演说能力强的张宏作为仪式的发言人，带领大家歃血盟誓，以鼓舞士气。张宏也不负众望，登上祭坛，手持盘盂，庄严宣誓。他的言辞慷慨激昂，声泪俱下，听到他誓词的人，即便是普通的士兵和仆役，也无不情绪激愤，都想为国尽忠。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之后联军内部各怀异心，都畏惧董卓的西凉军，导致空前的声势却峻巡不前，最终因粮草不济而联盟瓦解。双枣联军解散后，张昭便派遣张宏前去幽州拜见大司马刘虞，共商大计。但是正赶上公孙瓒发难，张宏抵达河间国的时候，公孙瓒正在与袁绍交战，因此道路阻绝，张宏的使命无法到达。随即袁绍与张宏之间进行了一次会面，袁绍同样对他非常器重，并与他结交，关系日渐密切。又恰逢青州刺史萧何去世，袁绍便任命张宏监管青州事务，带领青州刺史的官职，去安抚管理那边的部众。张宏在青州2年，当地的盗贼流寇都纷纷逃散，局势逐渐稳定。袁绍不禁感叹他的才能，于是改任他为东郡太守，郡治设在东武阳县。兴平元年，公元194年，曹操第2次东征徐州时，当时留守在后方的陈留太守张邈、张超兄弟，联合兖州本土士人如陈宫，趁后方空虚，引吕布入兖州，几乎颠覆了曹操的根基。全州仅剩3座城池还在坚守。到了次年，兴平2年195年，曹操逐渐收复了全部的城池，在巨鹿决战中击败了吕布，而吕布兵败后向东投奔了徐州刘备。张邈也跟随吕布逃亡，留下弟弟张超带领家族据守雍丘城。当年秋8月，曹操开始围攻雍丘，形势对张超极其不利。而张超对手下的军官说，现在这种情况唯一能依靠的就是张宏了，他一定会来救我。但是张超身边的人都认为袁绍与曹操眼下关系和睦，而张宏是袁绍表奏任用的官员，他必定不会破坏袁曹之间的友好关系，而远道赶来救援。但张超坚持认为，张宏作为天下的义士，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心中的原则，弃救主于不顾的，除非他受到袁绍的制约而无法赶来。事实也正如张超所料，
张宏听说张超被围的消息后，果然悲伤的连鞋都顾不上穿，光脚放声大哭。他立刻整顿自己的部队，同时又向袁绍请求增加兵马，希望能去营救张超，但袁绍始终不肯答应。不久之后，雍丘城陷落，张超自杀身亡。随即，曹操一灭了张邈、张超的3族，情况十分惨烈。张宏因此怨恨袁绍，随后与他彻底断绝关系，切断了所有联络，不再往来。这意味着张宏所镇守的东郡脱离了袁绍的管辖而独立。袁绍大怒，于是发兵围攻张宏所在的东郡治所东武阳城，但城池坚守了超过1年，始终无法攻下。袁绍便命令张宏的同乡，也是当时的东汉名士陈琳，以书信的方式劝说张宏，向他说明利害祸福，并用袁绍对他的恩情来责备他不该背叛。但随后张宏洋洋洒洒写下千字文来回应陈琳，这也就是著名的答陈琳书。张宏的回信彻底驳斥了陈琳所阐述的恩义的论调，表明自己反抗的理由是基于更高的忠孝大义，并揭露了袁绍本人的不仁不义，列举了袁绍为人猜疑、错杀功臣，比如张景云等事例。袁绍看到张宏的回信，知道他绝无投降之意，于是增派兵力加紧攻城。而此时城中的粮食已消耗殆尽，外部又没有任何援军，张宏自己估量已无法幸免于难，于是召集部下官吏将士，对他们说：袁绍无道，对大汉江山图谋不轨，且对朝廷任命的郡将张超见死不救。张超也是我的雇主，对于他的恩情，我不得不以死相报。想到各位与此事无关，白白遭受这场灾祸，我于心不忍。你们可以在城破之前带着妻子儿女逃出去活命，不用顾及我张宏的安危。张宏的真诚感动了城内的军民，他们都落泪纷纷表示不愿舍弃张宏独自逃走，誓与城池共存亡。城中的粮食日渐匮乏，起初城中的人还能挖掘到老鼠的尸体食用，或者煮食弓弦和皮革，但很快就没有任何东西吃了。好不容易，主簿在官署的厨房中找到3斗米，请求张宏把这些米分成几份，稍微熬点稀粥吃下。但张宏却把本已经很稀的粥分给众人一起食用，以至于到了守城的后期，发生了最为惨烈也最具争议性的情节。由于没有食物补给，为了延续守城将士的性命，张宏竟手刃了自己的爱妾，将其分食给将士们充饥。而将士们无不痛哭流涕，没有人敢抬起头来正视张宏。以今天的视角看，张宏的举动严重违背了基本人伦，即便在战争极端的环境下，这也挑战了人性的底线。在讲求忠孝节义的古代，为了追求儒家最高道德准则，人们对于个体生命，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漠视成为常态。在资源极其匮乏的状态下，老弱妇孺往往首先被视作消耗资源的负担而割舍掉。在这个案例中，爱妾被视为成全张宏个人忠义的牺牲品而牺牲掉。在史学家的笔下，为了烘托张宏的忠义气节和悲壮色彩，爱妾的个体痛苦、恐惧与不情愿都被有意地忽略掉。这有点像《烈女传》中王毅舍子复仇的案例。王毅是凉州官吏赵昂之妻。公元212年，马超叛乱攻取蓟城时，杀害了刺史韦康。王毅之子赵越也被扣为人质，以此来要挟赵昂。之后，王毅力劝丈夫不顾儿子安危，坚决出兵讨伐马超，为救主韦康报仇，来成全丈夫的忠君道义，最终导致儿子被杀。两者都是以牺牲掉至亲来服务于更高的儒家道德准则，他们都被作为忠义的典范而载入史册，用以颂扬其超越个人私情的忠君思想。我们虽无需以现代的标准来简单的谴责古人，但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正统或权威宣传的历史中，许多被歌颂的气节与壮举，其光辉的背后常常浸透着弱势者的血与泪。最终，残余的居民集体殉难，城中男女7、8千人互相整击着死去，没有一个人叛逃，仿佛是在绝境中为守护张宏所坚持的道义而集体赴死。城池陷落后，袁绍军活捉了张宏，于是袁绍大张帷幕，召集所有的将领举行大会，当众把被俘的张宏押上来审判。袁绍质问道：张宏何相父若死，今日复位？而张宏以手称帝，怒目圆睁，怒斥道：你们袁家侍奉汉朝，祖上43公，深受皇恩。如今王室衰弱，你不但没有辅佐之心，反而想借这个时机心存非分之想，滥杀忠良，给自己立威。当郡将张超身陷危机时，你却不能同心协力为国除害，反而坐拥大军，坐视他人被屠戮殆尽。我只可惜我的力量太过薄弱，不能亲手为天下人报仇啊！袁绍原本爱惜张宏的才能，本想让他当众屈服，然后就赦免他。但是听到张宏的言辞如此激烈，知道他终究不能为自己所用，于是便下令将他处死。
张宏有个同乡叫陈龙，年轻时也是个儒生，因仰慕张宏而追随他。之后担任了东郡郡丞，也就是东郡太守张宏的副手。在陈实陷落前，张宏就已经派他出城，回到袁绍那边，可能是为了执行某种任务，或为了保全他的性命。而就在张宏被当众审判的时候，陈龙也坐在袁绍所设的席位上，看到张宏即将被处死，于是他起身对袁绍说道：将军您兴兵大事，本意是为天下苍生除暴安良，可如今天下尚未安定，却要先杀掉忠义之士，这难道符合天道吗？张宏起兵仅仅只是为了营救他的救主，报答当初的知遇之恩，何至于要杀他呢？袁绍面露难色，示意左右将陈龙拉出去，并轻蔑地斥责道：汝非臧洪仇，空腹而为。这一句简单的嘲讽，言下之意就是你陈龙区一个小人物，也配学张宏讲仁义道德？你求人赴死没有任何意义。但陈龙掷地有声地回击道：夫人义其有常，道之则君子，被之则小人。今日宁与臧洪同日而死，不与将军同日而生。此话言下之意就是你袁绍别摆架子，说什么只有张宏那样的大人物才配讲仁义。仁义这个东西不看身份，只看行动。于是陈龙也一同被处死了。在座的众人无不叹息，私下互相议论道：一天之内竟杀掉2位忠义之士。在此之前，张宏曾派遣2名司马出城向吕布求援，但等到他们返回的时候，城池已经陷落，于是2人便冲进敌阵，战死沙场。其实我们发现，无论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还是《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其文笔与叙事都明显倾向于将张宏塑造为一个忠义的典范，甚至是一个悲情英雄。两者的记载中凸显好题、据地称目、流涕敷面，这些动作描述远超一般史书的平实记录，极具戏剧张力，让读者身临其境，引起情感共鸣。文中将杀妾享事作为张宏毁家纾难、牺牲小我、成全国家设计的例证，将男女7000人相整而死的结局描绘为受其感召、自愿为忠义殉道的壮举，用成龙的追随赴死证明张宏人格感召力的真实与强大。然而之后，学者徐仲的《三国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世哲学。他认为张宏这个人确实看重天下大义，企图营救雇主于危难，这份情感足以感动人心，他的气节也足以激励日渐淡薄的世风。但是袁绍也对他有知遇之恩，是他把张宏提拔到州郡长官的高位。和袁绍之间虽然不是严格的君臣，但他实际上就是你张宏的君主或主公。你既然接受了袁绍的任命，从道义上讲就不应该对他怀有二心，也就是说，张宏对现任领导袁绍的忠义义务应该要高于对老领导张超的私人恩情。张宏错在颠倒了主次，而当时袁绍和曹操是同盟关系，共同拥护大汉的江山社稷，而吕布是个反复无常的人物，有多次被主的前科，他志在叛乱割据，而不是维护当朝的秩序。张邈、张超擅自拥立吕布为兖州牧，这在大汉的王法来看本就是罪人。作为袁绍盟友的曹操去讨伐他们，而袁绍本人不去援救，并没有什么不合理。张宏本来就不应该去向袁绍请兵，更不应该在请兵不成后立即变成袁绍的仇敌。换句话说，这就像明知领导不会同意，且领导有正当的拒绝理由，而你偏要去提这个不可能的要求，让领导下不来台，被拒绝后就立刻翻脸，这是一种毫无政治智慧的表现，断绝了自己的所有后路。如果张宏考虑到自己的实力不足，大可以投奔其他势力去帮救兵，比如当时的吕布、刘备。如果谋略和力量在当下无法施展，就应该暂时忍耐，保存实力，慢慢观察形势的变化，等待时机，最后再为张超效死也不迟。不应该做出无谓的牺牲，何必非要发誓死守一座孤城，而不懂得变通，结果导致自己生死，也连同全城的百姓跟着牺牲掉，他所追求的功业和名望也都没能真正的树立起来，这实在是非常的悲哀。许仲的评论代表了一种心怀城府、精明务实的乱世生存哲学，与正史中张宏那种纯粹、刚烈、不计后果的儒家道德理想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最后，大家是更认同学者许仲的观点，还是承受范晔笔下所描绘的张宏的行为呢？以上便是张宏人物志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支持与观看。